海明威曾说，我们花了2年学会说话，却要花上60年学会闭嘴。在这个信息爆炸、人均分享欲过剩的时代，我们总以为坦诚是交往的基石，掏心掏肺是信任的证明。我们急于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光鲜，急于向他人倾诉内心的苦闷，仿佛如果不说出来，那些快乐就会打折，那些痛苦就会发霉。然而现实往往会给你一记响亮的耳光，教你重新做人。你随口的一句吐槽，可能成为别人手中的把柄，在关键时刻给你致命一击。你无心的一次炫耀，可能引来暗处的嫉妒，让原本亲密的关系瞬间崩塌。你对他人的一次轻率评判，可能像回旋镖一样，最终扎在自己身上。真正的成熟，不是变得圆滑世故，而是懂得守住自己的边界。有些话，即使烂在肚子里，也绝不能轻易对外人言。这世上最昂贵的学费，往往是多嘴教的。在这个充满变数和博弈的成人世界里，管住嘴不仅是一种修养，更是一种顶级的生存智慧。以下这4件事，是成年人行走社会的安全底线，守住它们，你的人生路会走得稳当许多。01关于财富与退路，闷声发大财是成年人最大的体面。人性有一个最扎心的真相，听起来很冷酷，但你必须信，在这个世界上，除了你的父母，没人真正希望你过得比他好，尤其是那些和你起点差不多，平时关系还不错的身边人。如果你们一起穷，那大家是无话不谈的好兄弟、好闺蜜，可以一起吐槽老板，一起拼单点外卖，那种情谊显得无比真挚。但如果你突然富了，或者找到了一个还没被卷死的搞钱路子，那你们的关系就微妙了。那种微妙的化学反应，往往是从你无意间透露自己赚到了的那一刻开始的。我有一个做电商的朋友老周，是个典型的直肠子。前2年运气好，踩中了一个小众类目的风口，做露营装备。那年正好是露营热，他的店铺流量像坐了火箭一样往上涨，半年就赚了100多万。对于一个常年拿着死工资的打工人来说，这笔钱无疑是一笔巨款。那段时间老周春风得意，整个人都飘了。每次聚会几杯酒下肚，他都要有意无意地透露几句，最近那个品太爆了，发货都发不过来，打包打的手都断了，哎呀，随便搞搞就顶上班好几年，真不知道以前上班图啥。起初大家是羡慕的，纷纷向他取经，夸他有眼光有魄力。老周也是个热心肠，觉得自己发达了，不能忘了兄弟们。于是在一次酒局上，借着酒劲，他不仅把货源渠道分享了出来，连选品逻辑、运营细节，甚至刷单的资源都毫无保留地交给了几个老同学。他当时的想法很单纯，蛋糕这么大，我一个人也吃不完，带兄弟们一起发财，大家以后还能互相帮衬。结果呢，现实给了他狠狠一棒。不到3个月，那几个老同学就成了他的直接竞争对手。因为知根知底，他们直接照搬了老周的爆款，然后打价格战。老周卖99，他们就卖79；老周降到79，他们就卖59。反正他们没有前期试错成本，全是抄来的作业，怎么卖都赚。更恶心的是，其中一个人为了抢占市场，竟然去平台恶意投诉老周的店铺违规，甚至雇水军给老周刷差评。最后的结果是惨烈的，那个类目迅速被做烂，原本的高利润变成了红海厮杀。老周的店铺流量腰斩，库存积压了一堆，而那几个同学也没赚到什么大钱，因为价格战把利润都打没了。大家不欢而散，连朋友都做不成了，在微信群里互骂，最后老死不相往来。老周后来喝醉了跟我哭诉，悔得肠子都青了，我真傻，我以为是带兄弟们一起发财，结果是给自己培养掘墓人。我把底牌亮给了别人，
别人反手就给了我一刀。与老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的邻居刘叔。刘叔住在我们小区10几年了，平时穿得特别朴素，开一辆10年前的破大众，去超市买菜都要为了几毛钱跟人讲价。在大家眼里，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甚至有点拮据的退休老头。直到去年小区门口的商铺转让，大家才知道，原来那整排商铺都是刘叔的，而且他在市区还有2套大平层出租。有一次我碰见刘叔，半开玩笑地问：叔，您这么有钱，干嘛还这么低调啊？平时也不见您享受享受。刘叔意味深长地笑了笑，说了一段让我记一辈子的话：小伙子，钱这东西是给自己的底气，不是给别人看的面子。你看老张家拆迁赔了几百万，恨不得拿大喇叭广播，结果呢，8竿子打不着的亲戚都来借钱，不借就得罪人，借了就要不回来。儿子也因为有钱了，辞职不干了，天天跟一帮狐朋狗友鬼混。现在钱败光了，日子过得一地鸡毛。我装穷，省去了多少麻烦。没人惦记我的钱，跟我来往的都是真朋友。孩子也觉得家里条件一般，工作特别努力，这才是最大的财富啊！听完刘叔的话，我恍然大悟。在这个存量博弈的时代，任何一个赚钱的信息差，都是你安身立命的护城河；任何一笔积蓄，都是你抵御风险的盾牌。当你发现了一个好的副业，或者准备跳槽到一个更有前景的公司，这也是一种财富增值，请务必守口如瓶。在事情没有尘埃落定之前，连风都不要透。职场上更是如此，你还在犹豫要不要离职，甚至只是刚动了念头，千万别跟同事抱怨，哪怕是平时一起吐槽老板的饭搭子，哪怕你们私交再好。我就见过一个真实的案例，小准备跳槽， offer 还没拿稳，只是在等对方 HR 的最终确认。那天中午吃饭，他忍不住跟关系最好的同事透露了一下，还顺嘴吐槽了几句现在的项目没前途。结果第2天，这事儿就传到了老板耳朵里。老板不动声色，先把小 A 手里的核心项目移交给了别人，然后以架构调整为由把小 A 边缘化，让他去负责一个边缘打杂的活儿。更惨的是，那边新公司的 offer 因为 headcount 编制锁死，突然取消了。小 A 想留下来，却发现自己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。那个告密的同事呢，因为表现忠诚，接手了小 A 的项目，年底还升了职。真正的离开，从来都是悄无声息的。那些大张旗鼓在朋友圈发再见江湖的人，往往第2天还是乖乖打卡上班，因为他们还没找好下家。而那些真正想走的人，只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，穿了一件最普通的风衣，悄悄收拾好东西，删掉了电脑里的个人文件，再也没有回来。你的退路，无论是私房钱、人脉还是 Plan B， 都是你安全感的来源。底牌一旦亮出来，就不灵了。它会让你在博弈中失去筹码，也会让你在安逸中丧失斗志。而且你要明白，哭穷有时候是一种保护色。看看那些真正的聪明人，他们从不炫耀自己赚了多少钱，相反，他们总是习惯性的哭穷。今年行情不好啊，生意难做啊，刚还完房贷，兜里比脸还干净。这不仅是为了降低别人的期待值，避免借钱的麻烦，更是为了隐藏自己的实力，避免成为别人嫉妒和算计的靶子。记住，财不外露，志不张扬。把野心藏在心里，把退路握在手里，才是成年人该有的城府。02关于恩惠与施舍，在这个世界上最难还的是人情。古语云：施恩勿念，受恩勿忘。这句话我们从小听到大，被奉为美德，但真正能做到的寥寥无几。人性深处有一种极其微妙的机制，施恩者往往会高估自己的付出，而受恩者往往会低估别人的给予。大多数人的心理是，
我帮了你，你就要记得我的好，甚至要随时准备回报我。如果你不回报，那你就是白眼狼。而接受帮助的人起初是感激的，但如果施恩者反复提及，这份感激就会变质，变成一种沉重的心理负担，最后甚至转化为怨恨。这种心理是无数亲戚反目、朋友决裂的根源。我表姐当年在事业单位也是个小领导，手里有点实权。老家有个远房表弟想进城找工作，表姐动用了不少人情，甚至搭上了自己的人脉，帮他安排进了一个不错的国企当临时工，后来又费劲帮他赚了证。这本来是件积德的好事，坏就坏在表姐是个嘴碎且这种优越感极强的人。每次家庭聚会，只要表弟在场，表姐都要把这事儿拿出来说一遍，生怕别人不知道她的功劳。哎呀，当初要不是我跑断了腿，强子现在还在老家种地呢。强子啊，你现在混得好了，买了房买了车，可别忘了当初是谁拉你一把的。起初表弟还是一脸感激，连连称是，敬酒陪笑。但随着时间推移，表弟在单位也混出了头，凭着自己的努力成了部门经理。表姐还在说，而且不仅在家里说，在外面碰见熟人也说，那个谁谁谁就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，没有我哪有他的今天。这话传到表弟耳朵里，味道就彻底变了。在表弟看来，这不再是恩情，而是一种羞辱，仿佛他所有的努力、加班、熬夜、业绩都不值一提。他现在的成就全靠表姐当年的那点施舍。他感觉自己像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，被表姐的恩情死死压住，直不起腰。终于有一天，两家因为一点小事闹了别扭，表姐习惯性的又搬出当年的事来压表弟。表弟这次直接爆发了，当着所有亲戚的面，把这么多年积压的怨气全吐了出来。你不就是帮我找了个工作吗？这10年我逢年过节给你家送的东西，给你孩子包的红包，早就几十倍于你当年的付出了。你家装修我帮忙找人，你住院我跑前跑后，难道这些都不算数吗？你还要我说多少遍谢谢你才满意？是不是要我给你磕一个你才闭嘴？表姐气得发抖，骂表弟是白眼狼，忘恩负义。两家彻底断交，老死不相往来。其实表弟不是不懂感恩，他是被恩情压垮了。当你把恩惠挂在嘴边时，你就把这段关系变成了一场赤裸裸的债权债务交易。没有人喜欢背负着沉重的人情债生活，尤其是当这个债主还时不时上门催债，并且利息还在不断上涨的时候。升米恩，斗米仇，这句古训在今天依然振聋发聩。我见过另一个故事，让我看到了人性的光辉，也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大恩不言。我的一位导师张教授，他年轻时带过一个博士生小李。有一次，小李在做一个重要实验时，因为操作失误，损坏了一台价值几十万的精密仪器。按照学校规定，小李不仅要背处分，还要赔偿巨款。这对于一个穷学生来说，基本上意味着前途尽毁，甚至要背上巨债。小李当时都绝望了，甚至想到了轻生。张教授知道后，二话没说，拿出了自己多年的积蓄，悄悄帮小李填上了这个窟窿，并且跟学校求情，把处分降到了最低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件事他做得神不知鬼不觉，除了几个核心领导，没人知道是他垫的钱。他对小李也只字未提钱的事，只是鼓励他，实验失败是常事，吸取教训，从头再来。小李后来顺利毕业，去了国外深造，现在已经是业界的顶尖专家。20年后，张教授突发重病，需要进行一场复杂的手术，费用高昂，而且国内这方面的专家很难约。正在一家人一筹莫展时，小李突然从国外飞了回来。他不仅带来了顶尖的医疗团队，还承担了所有的治疗费用。在张教授康复后的答谢宴上，
小李红着眼眶说，当年如果没有老师的再造之恩，就没有我的今天。老师从来不提，但我一天都不敢忘。张教授微笑着摆摆手，是你自己争气，我只是扶了一把，这才是真正的高级。如果你帮了别人，最好的做法就是立刻忘掉它，就像你随手丢进垃圾桶的一个纸团，不要再去想它去哪了。真正高情商的人，帮了别人之后，不仅不提，甚至会刻意淡化自己的作用，维护对方的自尊。也是你运气好，正好赶上那个机会，主要还是你自己有能力，我就是顺水推舟。这样的话，会让对方如沐春风，感激在心。这不是虚伪，这是一种高级的慈悲。你帮他是因为你愿意，或者你觉得他值得，而不是为了让他给你立长生牌位，更不是为了日后能从他身上榨取剩余价值。你若不提，对方或许会记一辈子，把你当恩人；你若总提，那份感激就会在一次次唠叨中磨损殆尽，最后剩下的只有厌烦和逃离。03、关于对他人的评价与嫌弃，看破不说破，是你对他人的慈悲，更是对自己的保护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评判他人的冲动，这是大脑的本能，也是一种廉价的娱乐。看到不顺眼的人，遇到看不惯的事，总想吐槽几句。那个谁谁谁穿得真土，一身名牌穿出了地摊货的感觉，老板真是个傻 X。 这决策也是没谁了，公司早晚被他搞黄。那个新来的实习生，一看就是个绿茶，跟男同事说话那个嗲劲儿，恶心。这些话你在心里想想可以，在脑子里演一场大戏也没问题，但千万别说出来，尤其别在职场上、社交圈里说，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。你以为你是在跟绝对信任的人吐槽，你以为你们是同一战线的盟友，你们在茶水间、在厕所、在微信私聊里交换着这些秘密，但你不知道的是，人际关系是流动的。今天的朋友可能是明天的对手，今天的听众可能是明天的传声筒。我刚工作那会儿，有个前辈跟我说了一句金玉良言，至今让我受用无穷。在职场上，不要说任何人的坏话，如果你非要说，那就当着他的面说，如果你不敢当着面说，那就烂在肚子里。曾有一个惨痛的教训，公司以前有个女同事小 C， 业务能力很强，人也聪明，但就是嘴不好，特别喜欢点评别人。有一次部门聚餐，大家都喝得有点嗨，小 C 拉着旁边的同事开始吐槽隔壁部门的主管老王。他说老王是靠拍马屁上位的，能力不行还瞎指挥，上次那个项目如果不是谁谁谁兜底，早就黄了。他还绘声绘色地模仿老王平时训人的样子，引得周围同事哄堂大笑。当时大家都听着，也没人反驳，甚至还有人附和了几句，气氛看似很融洽。结果呢，没过一周，那个主管老王不仅知道了他说的话，而且传回来的版本比原话难听10倍。传话的人为了讨好老王，添油加醋，把小 C 描述成了一个目中无人、狂妄自大的刺头。更要命的是，半年后公司架构调整，那个主管老王正好调过来，成了小 C 的顶头上司。后来的日子可想而知，小 C 被穿了无数次小鞋，最脏最累的活都是他的，功劳永远没他的份。他在例会上被公开批评，绩效被打稀，最后他实在受不了这种精神折磨，不得不灰溜溜地离职。直到走的那天，他都不知道到底是谁出卖了他。其实出卖他的不是某一个人，而是他自己的嘴。相反，那些真正的聪明人都懂得守口如瓶的力量。我现在的公司有一位陈总，是出了名的好脾气。刚上任的时候，因为改革措施触动了一些老员工的利益，私下里骂他的人特别多。有一次他在电梯里正好撞见2个员工在角落里小声议论他，说他是空降兵，瞎折腾。那场面
尴尬的脚趾都能抠出30一听。那2个员工吓得脸都白了，以为自己死定了。但陈总呢？他像没听见一样，微笑着跟他们打招呼：“早啊，今天天气不错。”然后淡定地走出了电梯。事后，他没有给这2个员工穿小鞋，也没有任何报复行动。相反，他在工作中认真听取了员工的意见，修正了一些过于激进的改革方案。那2个员工被陈总的胸怀彻底折服了。他们私下里跟同事说，陈总这人能处，人家这格局，活该人家当老总。后来，这2个员工成了陈总最得力的干将，陈总的改革也顺利推行了下去。格局是什么？格局就是你能容得下多少委屈，就能撑得起多大的场面。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些势利和阴暗的想法，比如你可能看不起某个穷亲戚，觉得他们一家都很没素质，吃相难看；比如你可能对某个朋友的暴发户行为感到不屑，觉得他满身铜锈味。这是人性的一部分，并不丢人。但如果你把它说出来，性质就变了。这不仅会让你显得格局狭小、面目可憎，更会让你在社交场上彻底失去人心。好为人师和妄加评判是人际关系的2大杀手。也许你的认知、阅历或财富已经远远超过了周围的人，但请务必收起你的优越感，不要试图去教育别人，也不要流露出你们这些俗人的眼神。那些你看不惯的人和事存在即合理。每个人的成长环境、受教育程度、生活经历都不同，你不能用你的尺子去丈量别人的人生。真正的强者都懂得向下兼容，他们看破不说破，知世故而不世故。他们让身边的人感到舒服，而不是被刺痛。他们明白，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剧本里挣扎，谁都不容易。有些阴暗面，自己知道就好，永远不要展示给阳光看。守住口德，就是守住福报；管好自己的嘴，就是给自己留条后路。04关于家庭的隐痛与幸福，家里的事关起门来自己消化。托尔斯泰说，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。但无论你的家庭是幸福还是不幸，都不要轻易对外人言。家是一个私密的能量场，一旦破了口子，气就散了。先说不幸，婆媳矛盾、夫妻吵架、孩子不听话、经济危机，这些鸡毛蒜皮的琐事，是每个家庭都会遇到的。当你遇到这些烦心事时，最好的处理方式是和家人沟通，或者自己消化。千万不要养成一种习惯，一吵架就跑去跟闺蜜诉苦，或者在朋友圈发些含沙射影的文字，甚至在家族群里公开指责伴侣。我见过太多因为外人介入而导致婚姻破裂的例子。本来夫妻俩只是因为洗碗这种小事拌了几句嘴，女方跑去跟闺蜜哭诉，说老公不仅不干家务，还吼她，简直是个渣男，当初真是瞎了眼嫁给他。闺蜜一听，火冒三丈。作为朋友，她肯定会无条件站在女方这边。为了帮女方出气，她开始数落男人的不是，甚至上纲上线。这种男人留着过年吗？离了吧，凭你的条件找个更好的分分钟的事。女方本来只是想发泄一下，寻求一点安慰，结果在闺蜜的拱火下越想越委屈，觉得自己简直是全天下最惨的女人，这日子真没法过了。回家后，本来男方已经消气想道歉了，结果女方还在气头上，带着闺蜜灌输的新仇旧恨，冷嘲热讽，最后矛盾升级，小吵变大闹，甚至闹到了离婚的地步。等真离了婚，那个劝分的闺蜜能对她的人生负责吗？不能。闺蜜转头就去过自己的小日子了，甚至可能还在背后议论，你看他，当初我就说那男的不行，他非不听，现在离了吧。这就是情绪的放大效应。外人看到的只是你描述的片段，
他们无法理解你们感情的全貌，他们的建议往往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和情绪偏见。而且人性中有一种隐秘的看客心理，有些人看似在安慰你，实则是在看笑话。聪明的人都懂得给家庭装一道防火墙。我认识一位兰姐，她的婆婆是个特别难缠的老太太，经常在小区里跟邻居说兰姐的坏话，说她懒、乱花钱、不孝顺。小区里的长舌妇们听了，就跑来兰姐面前传闲话，一副看好戏的样子。哎呀，兰姐，你婆婆又在外面说你。换做一般人，可能早就炸了，回家跟婆婆大吵一架，或者在外面跟邻居解释。但兰姐怎么做啊？她总是微微一笑，云淡风轻地说：嗨，老人家嘛，年纪大了就爱唠叨，也没坏心眼。她平时帮我带孩子挺辛苦的，我感激还来不及呢。说完，她还特意买了一些水果零食，当着邻居的面提回家给婆婆。这一招太极推手简直绝了。邻居们见挑拨不起来，觉得没意思，也就不传了。婆婆见兰姐不仅不计较，还对她这么好，心里愧疚，慢慢的也不在外面乱说了。家是讲爱的地方，不是讲理的地方，更不是让外人来评理的地方。一旦你把家丑外扬，这事儿就很难收场了。因为你不仅要面对家里的矛盾，还要面对外人的指指点点。伴侣的面子丢了，你们的信任也就碎了。还有一种情况是对伴侣家人的评价。当你对公婆或者岳父母有意见时，这根刺会深深扎在婚姻的肌理里。如果你在外面大肆吐槽，这些话一旦传回伴侣耳中，性质就变了。这不再是具体的矛盾，而是你对他家人的不尊重。这往往是婚姻中最致命的雷区。再说幸福，很多女人，尤其是年轻女性，特别喜欢晒幸福，老公送的钻戒，情人节的520红包，孩子考的100分，婆婆给的大红包。晒幸福本身没错，记录生活嘛。但你要明白，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，但嫉妒却是相通的。你的幸福，在爱你的人，比如父母，眼里是欣慰；在不爱你的人眼里是炫耀；在过得不如你的人眼里是刺痛。你永远不知道，屏幕对面那个给你点赞的人，心里是不是在骂你显摆什么，早晚得离。我有个朋友，以前特别喜欢在朋友圈晒老公对她多好，今天送花，明天送包。结果后来老公出轨了，她还没来得及删朋友圈，就成了整个圈子的笑柄。那些曾经点赞的人，现在都在背地里嘲笑。看吧，秀恩爱死得快。古人云，君子藏器于身，待时而动。家庭的幸福就像是珍藏的美玉，适合私下细细把玩，不适合拿出来在大街上叫卖。真正的幸福是静水流深，是深夜里的一盏灯，是厨房里的一碗热汤，是两个人相视一笑的默契。这些东西不需要观众，也不需要掌声。家是港湾，不是秀场，更不是审判庭。把关爱留给家人，把沉默留给外人，把矛盾关在门后解决，把幸福藏在心底品味，这才是经营家庭的大智慧。季羡林先生曾说，假话全不说，真话不全说。这不仅是一种修养，更是一种在这个复杂社会中保全自己的生存智慧。毕竟生活是自己的，与他人毫无关系。烂在肚子里的那些话，终将变成你内心最坚硬的铠甲，陪你抵御世间所有的风霜。